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那么是的，就如你们标题所看到的一样，这一场 KVK 就在匹配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。昨天我们才讨论1846跟1175这张地图之后要怎样发展，没有想到第二天，也就是今天呢，1175就已经发了王国邮件。邮件里面的内容大致是这样：经过了24小时的讨论之后，可是出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了，仿佛两个阵营是已经提前谈好了，在2个小时左右单方面就已经谈好了合作，并没有与他们达成共识。1175也是很努力的在跟对方谈着这个地图分配到底有多么不公平，他们想要找到更合适的方案来解决要怎样组队，结果那2个阵营是完全不理会他们，就因为对手只是给出一个方案而已，所以1175跟他的队友讨论过之后，他们决定1175将不会参加这一场 KVK， 他们不会计划拿下任何一个关卡师。请注意以下2个事项：第一，不要进失落之地；第二，不要打任何的失落峡谷。也知道某些成员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也尊重对方，可能会觉得这个赛季很无聊，没有事情做，浪费时间。有任何的需求，请联络阿斯，会准备飞机票给你们。以上就是1175王国邮件翻译的内容。那肯定这封邮件发出去之后呢，有不少的玩家是嘲笑1175他们胆小不敢打。这一次的案例也算是比较罕见的，我玩这个游戏玩了这么多年，很少会看到先锋王国在开打之前就已经放弃了。之前也是有出现过几个放弃的案例，但是都不是先锋王国，可能是一些比较弱的王国，或者是他们想要种田而已。当然的，也因为这封邮件1175现在是被人家谩骂，被人家指责，也就是因为他们而毁掉这一场 KVK。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1175的邮件，它的内容有一直不断的提到有2个阵营他们是已经谈好了，2个阵营并不要给他们回复。1175也是有尝试跟对方谈判，只是对方不要理会他们而已。那么这2个阵营到底是谁呢？就是1846跟2605。那昨天我有分享过这2个王国的数据啊，你们可以看到在全部先锋王国里面1846的数据是最高的。至于2个王国组成的阵营，数据最高的就是2605、1195，就是说2个数据最高的阵营都合作了。在昨天我也是做了列表给各位看，如果是这样子分配的话，你们可以明显看到1846阵营的数据是比1175的还要更高。就算175拿了中间的土阵营也是一样没有用。那你们自己看一下233、22597，他们在中间旁边都是先锋王国，要怎么出去呢？是完全打不过对方的，而且这个地图也不能叠要塞，并且他们的数据是整个地图里面最糟糕的。你们觉得他们有可能可以打得过比自己多5倍数据的1846呢？还是说可以打得过比自己数据还要多出3倍的1195、2605？很显然的，这2个阵营也是打不过的。而且换位思考，如果你是233、22597，就算你跟1175合作了，你会出战吗？你明知道已经打不过左右两边了，你还会选择出去战斗吗？是真的战斗呢，还是送击杀给别人？我个人认为，就算1846把土阵营让出去了，土阵营也是会选择不打。假设土阵营退出的话，数据就会变成这样。其实这样子的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你们也看到了，1175跟1846的数据比较起来是差了1倍。可能也因为这样，1175觉得不公平吧。变成1175如果要抵抗1846，也只能等302从关卡5出去之后帮忙他们。出来帮忙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打得过是另外一回事。至于右手边的1254跟2605，1254是在重组的阶段，2605的实力明显是比1254还要好一点了，这点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出。假设右手边打不下的话，也就变成右手边的区域也是一样被敌方拿下了。看关卡分布的位置，开了关4之后就会开关卡5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，关卡5开放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只有2605跟1254打而已。中间的阵营是没有办法过去帮忙他们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关4输掉了，也间接性等于这个区域也是没有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地图将会变成这样。1175的阵营可能只剩下1个区域而已，可是他们有3个阵营5个王国，要怎样分配皇庭的门口呢？反而对方在皇庭拥有4个门口，明显的分配上这里就已经输了。当然的，假设254是可以打败2605的话，这一点就不用操心了。我觉得1175自己也是没有把握254可以打败2605，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放弃。除了地图的分布位置1175才选择放弃之外，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性，也就是因为1846跟2605他们擅自决定，只是选择一个方案，然后决定要跟谁做盟友，也完全不跟175讨论。那么既然175都已经选择退出了，你们觉得剩下的王国有能力打过对方吗？如果盟友还是这样子分配，是肯定打不过对方的。但是如果是1打4的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不过1打4的话，数据是真的相差非常远。假设我是1846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子打啦，人家的战力是比我多出好几倍，战力高就算了，就连对方的击杀也是比我更多的，并且1846似乎是想要绑定2605了。只要1846不肯1打4，又或者是他不肯放手2605的话，这一场 KVK 是已经宣告失败了。在昨天晚上有传出这样子的邮件，这封王国邮件是1254那边写的。他这里说到上面的3个阵营在没有任何的讨论情况下就选择结盟了。接着说175跟302他们是不会打这样子的 KVK。你们应该也看到1175发出来的王国邮件了。现在问题又回到846跟2605身上，就看他们是否有打算要更改结盟。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，也就是说除了1175不想要打之外，302也是选择退出这场 KVK 了。难道这场 KVK 就要这样子结束了吗？昨晚1175又发了邮件，他说经过了37个小时的讨论，最后双方是已经达成了共识，要怎样分配盟友。1175会跟2605、302合作，1846则是跟2332、1254合作。地图就会变成这样。那可能有些观众就会说，2605跟1254不会很不公平吗？这样分布这2个阵营的位置有很大可能会被锁厕所。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的关卡位置分布。其实严格来说，在关卡6开放之前，这2个阵营都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他们打也是在关卡4打，关卡4打完之后进入关卡5也是一样单挑，他们旁边的木跟土阵营是没有办法干涉他们蓝色的区域，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分出胜负之后，等到关卡6开放，隔壁的土跟木阵营才有办法进入干涉。但是等到那个时候，其实旗帜跟要塞都已经建好了，可以说他们这样子的决定就是让1254跟2605两个单挑，到底谁会赢会拿下这个区域，也算是这场 KVK 的关键点。因为左手边的2个蓝色区域肯定是一个光一个火阵营的，各自都有2个进入皇庭的门口，只要他们其中一个盟友可以拿下右手边的蓝色区域，就多出2个门口可以进入了。那他们这样子分配之后，数据有比较好吗？左手边是之前的，右手边是现在的。虽然战力是很难拉到平衡，但是至少击杀方面可以拉到一点点平衡了。但是175阵营的数据还是比较偏低。那么为什么1846跟2605那边突然会改变心意呢？这就要看这封邮件了。不过你们也看到这个邮件的字是确实很多我就只好长话短说吧。其实一开始2605跟1846他们是已经决定好要一起合作了的，但是当初他们的想法是2打4，显然的1846他们不想要2打4，想要3打3，也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决定而导致到有一些王国他们不想要打了。尽管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，但是1846还是不肯放手2605，他们依然还是想要跟2605合作。2605看到这样子的情况，他只是想到2个结果，要么就是 free for all， 要么就是完全没有得打，并且他还了解到1846就是想要打简单的 KVK， 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想要把1175排除在外的。后来1846给出一个方案，就是他们跟1254合作，剩下3个阵营打他们2个阵营。2605是不同意1846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他们还是想要把1175拉进来打。最后2605是直接公布了他们将会跟1175合作，不会听1846的建议，并且他们是已经询问了其他阵营，全部都一致通过。尽管2605跟1846解释了很多遍这样子分配是最公平的，但是依然没有收到1846的消息。这里他还明确的说出，如果像1846这样子的王国选择退出这场 KVK 的话，就相当于他们王国选择自杀。就像前面175的王国邮件里面有写到，可能会变得很无聊，没有事情做，浪费时间，要选择移民。2605的玩家就是过来人，他们比任何人还要更清楚，所以现在就是看1846到底要怎样决定了，他是要同意还是不同意。看了这封邮件之后，我觉得2605这一次是做得很对的，至少他们有尝试在救这一场 KVK。 当然的，这封邮件是2605那边写出来了，我们也不知道1846那边的版本。至少以目前来说，2605是已经站出来了，但是1846是完全没有声音了。那么现在是已经第2天早上了，哇，这个 KVK 要追他们的瓜是真的有一点辛苦啊。有人在讨论区发了1846的公告，并且他这里有写到1846的国王拉古呢现在是很生气，还有说因为2605而毁掉了这一场 KVK， 让1846不得不选择比较弱的盟友。他不确定这一次的 KVK 结果如何，但是不管怎样1175最后都会获得胜利，还说1175是通过勒索的方式来获得胜利。然后这封是1846发出来的公告，哇，这个真的很长啊，我就长话短说，这里他是已经确定了到底是怎样结盟，就是跟我刚刚分享的图片一样。那么第一点，1175利用退出 KVK 作为威胁，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盟友，并且选择对他们比较有利的 KVK。到底是对谁比较有利？
那你们刚刚看到我分享的列表了，在换之前对1175来讲多么不公平，我们只是看击杀就好，不要看战力就已经有差别，然而换了之后才比较接近而已，而且1846的战力还是比较高的，到底是1175想要比较有利的 KVK 还是1846呢？第二点提到，其实他们有提出1打4的 KVK， 就是把1175排除在外，1846打全部王国，不会因为175退出 KVK 而妥协。第三点，2605说这个不是合适的 KVK， 甚至不同意1846之前给出的2打4方案，就是1846跟2605合作打全部王国。那我在前面有讲过了嘛，中间的阵营土阵营是肯定打不过两边的，也就是等于说这样子分配其实也是一样3打3而已，甚至是2打3，土阵营完全标出来。第四点，大家都想要平衡的 KVK， 但是1846在一开始就已经有讲过，他们想要找比较温和的 KVK。他说175曾经也是有给出2打4的方案，但是2个先锋打4个阵营。很显然的，这个是一个笑话，这张地图只能3打3。那么是的，如果2个先锋王国合作的话，其实是真的不用玩了。地图分布将会变成这样，你们可以看到先锋王国是已经霸占了4个关卡坝门口，那4个阵营是完全没有胜算的。最后1846说他们不是小孩子，不会像宝宝那样逃避躲避战斗，以前也遇过这样子的情况，甚至更糟糕，他们会拼尽全力去打这一场 KVK。 老实说1846是这张地图最高战力最高击杀的王国，不是应该由他们来选择盟友的，他们拉2605是真的很不平衡，但至少2605给出的方案是全部阵营都同意了，除了846。至于846给出的方案就已经有2个阵营不同意了，换作是你们会选择哪一个方案呢？你们会认同1846还是2605的说辞？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